梅鹤呀，人总得给自己找个念想，心散了，骨头也就散了。这打鹰哥吧，也要把自己打扮得好看才对。这不漂亮了，那我宁愿不要活着。三山供着泥胎，爹娘坟头草，道有几丈高。你们能不能快点啊？把这老爷子伺候完，我还得伺候我老婆孩子呢。梅鹤，其实哪里是我们在伺候老爷，是我们需要他，而不是他需要我们。梅鹤，梅鹤，快醒醒，快醒醒啊！梅鹤，回去告诉丞相，中计了，我们中计了，人质杀来了，我不行了，你先走，不要管我。要走一起走。董梅鹤，你看着我，丞相需要你，他需要你，你从那边走。我和他们拼了！梅鹤，别再做无谓的牺牲了。听我的，你先走。我不能丢下你，快走，来不及了。不要赶我走。梅鹤，最后再交代一件事，夫人和小姐的下落只有你知道，你替我找到他们，至少不要让他们太过受辱。丞相，我把我的甲给你，你把你的衣服给我。等我们一起出去之后，我们一起去找夫人。孩子，你听我说，我已经错信太多人了，才落到这般田地。除了你，我现在已经不敢再相信任何人。你再不走，我们一个也跑不掉。不行，不行，走啊！你要让我死不瞑目吗？这是军令。丞相，我还没成阶下囚呢，就连你也不听我的命令了吗？丞相，现在听我的话，出去！丞相，丞相，出去！丞相，走！丞相，走啊！最后一个命令，活下去！丞相，走！丞相，活下去！禀大人，吕将军麾下精锐已于1个时辰前出场，往五坡岭方向去了。强弩队呢？强弩队皆被吕将军调走。那陈氏兄弟呢？陈大同庭，陈儿今天提早出城，成功汇入宋军。你们要小心，千万不要让李文焕发现。记住，陈二做的所有事情与我无关，是陈二不想杀文天祥。明白。真是天助我也！驾！一将功成万骨枯。公子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五坡岭上有一支宋军被围，领头的正是那文天祥。臣吕文焕，上蒙陛下圣恩，下来臣民归心，亲率我天朝士卒于五坡岭俘获贼首文天祥。
天下待哉，急急乎！然文氏迷途未返，已于五坡岭前服毒自尽。臣多番劝告无果，有愧圣上重托。文兄啊，文兄，自我入行伍以来，你助我良多，今日最后帮我一次，小弟在这里感激不尽呐。小哑巴，姐姐要走开一会儿，你乖乖待在这里，等姐姐回来。如果有人来了，你就找个安全地方躲起来，知道吗？文天祥，你知道这个人吗？他是我最佩服的人。他在五坡岭遇到了坏人，姐姐要去救他。我很快就回来。阿亚，备马。不行，我要回去救丞相。驾！你认识他？那是文天祥的亲卫，追！驾！这边！嫣然，来坐，陪我喝一杯。看来大人今天心情很好啊。这你都看出来了，果然聪慧。吕文焕五坡岭大捷，文天祥这个心腹大患，以后就不复存在了。可是大人，您之前不是说吕文焕此人不可做大？此人可用，但不可信。此番了却我心头大患，还是可喜可贺。心腹大患，大劫在即，何来大患？大劫？你说说何为大劫？嫣然以为大劫有三，其一，南宋三公早已归降我朝，崖山行朝也只是借险之患。这其二，大人率雄师远征至此，崖山马上就是我朝的囊中之物。这第三，收复崖山，大人当居首功。嫣然所说的三重大劫，其实是三重大患。一者，我朝可以收复土地，但尚未收复民心；马上可以得天下，却不可以治天下。其二，文天祥、张世杰、陆秀夫他们携小皇帝逃亡崖山，此等孤勇，并非我雄兵所能撼制。三者，我和这不世之功之间，还隔着一个人。文天祥？如果文天祥能降我朝，武功改文治，欲雄兵而安民心，自霸道而行王道，指日可待。大人，您就不怕吕文焕杀了文天祥？吕文焕要杀文天祥是必然的。那大人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为什么不阻止他？吕文焕想抢头功，我何必要插这一腿呢？嫣然不明白。嫣然啊，你还是心地善良。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是战局，比战局更复杂的是人心。吕文焕如此，
其他人也是如此。嫣然还是不明白。很难理解吗？比鬼神更可怕的是人心。还喘气儿呢？埋了吧。公子，不可呀！听我的还是听你的？可是文丞相那边不知道怎么样了。这样，你指我令牌，快马加鞭去找文天祥。只要见到文天祥，你就强行把他带走，就说是兄长的命令，令我押解。可是去吧，无妨。兄长总不至于为此杀我。今天我要是不救你，你就真的死了。现在的天下，每个人都命如草芥，可见死不救，与禽兽何异？追，快追！人呢？人呢？我刚刚明明射中他了，他跑不了多远。追，仔细搜查。辛苦你了，替我们拖延一点时间，跑远一点，跑快一点，往树林子里跑，千万不要被他们抓住。追！难道我就这样死了？啊！这么大个人，总不可能凭空消失。再好好找找。妈的，一大早出来捞这么个人，就是真晦气。你说他们真能抓到文天祥吗？肯定能啊！这么多人围他一个，吕将军可是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谋划了。抓着文天祥是他们的功劳，我们办好自己的事。哎，在那边，快追！方才大人您说人心难测，我且问你，文天祥此人，陛下最希望是什么结果？自然是投降北朝。那吕文焕希望他投降北朝吗？想来不会。不光不希望他投降北朝，而且还希望文天祥死。那大人，如果你不出手干涉的话，岂不是？嫣然，你要知道，因势利导总好过针尖对麦芒。吕文焕要想文天祥死，那就让他去抓吧。在关键时刻，我出手，把他救下来，放他一条生路。于公，在朝廷上，无论对陛下还是同僚，文天祥是我救回来的，跟他吕文焕无关。于私，日后文天祥位高权重，他跟吕文焕有嫌隙，而我张弘范却是他的救命恩人。嫣然总算明白了。我的嫣然果然冰雪聪明。吕文焕以为策反了陈氏兄弟就能抓到文天祥，幸运的话，如果文天祥死了，吕文焕就可以一劳永逸地稳坐这个位置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人心不是战争这么简单。或许陈氏兄弟不想让文天祥死。陈大、陈二，你们为了救主背弃于我，我不怪你们。走到这一步，自谋生路也是人之常情。可是军中之人最忌讳三心二意，你们那位救主也未必会全然信任你们。你们今后好自为之。人呢？哟，小美人儿，这也算是个意外收获呀！
哎，那女的，哎，说你呢，干嘛呢你？各位军爷，是有什么事吗？陈大投靠吕文焕倒是果断，陈二却是犹犹豫豫，手鼠两端。这陈二是大人的人？哼，鬼知道呢。如何？回大人，得手了。嫣然，你遇到一个寡妇不愿意改嫁，劝她改嫁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不是讲述新夫婿家有多少田亩，新夫婿有多么英俊潇洒，他一个人多么孤单寂寞，而是他救夫之子有人抚养，明白吗？人呐，就是这样，在自私自利之前，都要打出一个幌子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你。大人，您又给陈二什么幌子？陈二又为您做了什么事？哼，其实我让人告诉他，他投靠吕文焕就是为了救文天祥，而救文天祥，只要把那瓶毒药换掉。像陈二这样的人，你只要叫他感觉办法是自己想出来的，亡国之人，丧家之犬。他最需要的是有个给饭吃的新主子。将军，怎样？文天祥确实身在五坡岭，我们把他带回来了。什么？带回来了？回将军，是的。你们把他的人带回来了？回将军，是。如将军所料，文天祥确实在被抓前服毒了，好像那毒药有什么问题，所以文天祥只是昏了过去。我们把他带回来的时候，张大人刚好撞见，已经把他接过去救治了。谁？哪个张大人？自然是张弘范张大人。刚巧，怎么那么巧？似乎，他似乎是出来溜达，我们刚好回来。你们走的哪条路？就是您交代的那条路，平日里无人知晓，今日不知怎么，刚好。哪有那么多刚好？去，把陈氏兄弟处理了。是。大人，吕将军下令手下除掉陈氏兄弟，照顾好文丞相，其他事情与我们无关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文天祥身边一个亲卫好像跑了，能抓就抓，能杀就杀，实在不行就由他去。这种事情还用我来教你吗？我家侍女感染了恶疾，养食无益，我这跟她一路扶持，心中实在不忍。哎，别过来！大人，我原本想给她立做保粉，也算是姐妹一场。可城里的大夫说，她这恶疾死后也会传染，要烧得干干净净才好。你别过来啊！军爷，你们说我这不会也被传染了吧？就算传染给了我，我跟军爷说几句话，应该不会传染给你们的。我应该不会变成他那个样子，把全身的皮都给挠破了吧？哎，走走走。你怎么这么扯？喂，你可必须得给我活着，我可不做亏本的买卖，你得报答我，听见没？小哑巴，小哑巴，丞相，爸，丞相，爸，历史不是我们这样的家庭的孩子能学的。
英雄也不是你能做的，真是要气死！小孩子家的，你懂什么？哼，伯父我自然是不懂，但我知道，只有懦夫才会一退再退。祖父曾经有训，有断头将军，无有降将军。伯父，你都忘了吗？你快顶嘴！哎，这个家真是待得够憋屈了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不如把江湖闯一闯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赶紧走。你卑鄙！你醒了，记住，学而时习之，方能不亦乐乎。梅鹤，梅鹤，哎，爸，怎么了？哎，梅鹤，今天可是去鹰歌队的第一天，你可得好好表现，别丢了这份传承。哎，爸，我知道了，我打完这把就去。哎，当初说了不让你学历史，不让你学历史，现在好了吧？工作没有了，游戏门清，等爸老了你怎么办？今日是今日，浪费一日是一日。爸，打完这把我就走了。走啊！你要让我死不瞑目吗？这位公子，你醒了。这是在哪儿？你又是谁？这是莺歌小姐的马车。我是莺歌小姐请来照顾你的，我可是镇上扁头医馆的药头。你别看我现在还不会诊脉，可像你这样的剑伤，我是最擅长的。公子，你这身伤可不轻，再晚点恐怕就醒不过来了。公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现在是什么年份？公子睡痴了。如今是至元15年啊！啊，不可能！导演呢？摄像机呢？公子，你就别乱动了。你想吃鸡，我一会儿就给你做。不是我吹牛，我做的鸡丝粥比10字卖的还好吃呢。你醒了？是你救了我？是啊。这话本子上都说，这英雄救美人，美人以身相许。那我这美人救英雄，你该如何报答我？烂命一条，学狗一样。你要我怎么报答你？把我炖成一锅香肉，你吃吗？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好歹？要不是我救你，你早就被抓走了。哼！你知道文天祥怎么样了吗？他被抓走了吗？我救了你，你不道声谢也就算了，还这会儿打听这个打听那个。我的价码很贵的，不过如果你要是做我的小厮，我可以带你去找文天祥。公子，此处山高林密，晚上可能会有野兽出没，我看不如找一处宽阔地扎营的好。如今不能走，小哑巴还没回来。文丞相曾与我有恩，他的消息比我的命还重要，望小姐告知。文丞相被俘了，我的侍卫赶到的时候，他已经被援兵押解到军营去了。
现在应该已经被张红范关起来了吧？不知小姐要去往何处？如果顺路的话，可否将我带到离元婴稍近一点的地方？你也听到了，我有同伴走丢了，现在还要去寻他。只要一找到他，我就带你去找文天祥。不过前提是你愿意做我的小厮。多谢小姐，梅鹤肝脑涂地，难报一二。不要！怎么这么疼？夫人，先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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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女儿，这怎么办？我们是要看护他吗？不是看护，是看守。看守？不要！先生，先生，你醒了。不是说他是个丞相吗？亡国丞相，他们皇上都跟咱们陛下称臣了，他还算什么丞相？我听说他们在崖山又立了个新皇帝。什么呀，一个小岛而已，沙滩上放个屁，小皇上的牙都崩掉了。皇上管那点地方啊，还没有财主家的地方大呢。先生，他们不懂事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是你在照顾我。是，以后就由奴婢来侍奉您。哼，将死之人还需要什么侍奉？求先生怜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多大了？奴婢叫嫣然，今年17。一笑嫣然，好名字。你父亲肯定很爱你，只可惜啊，你不该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。嫣然不明白。不明白好啊，不必明白好。他没死，可我看到什么？他的死讯，我倒还真没听说。或许张红范想办法解了文天祥的毒也未可知。对，史书里文天祥这时候还没死，他的性命暂时无虞，我可以先救他的妻女。这么没用，逞什么能啊？啊！你害羞什么？我帮你包扎的时候我都看过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用你以身相许。我喜欢的人应该是气宇轩昂、成熟稳重。你太瘦弱，也太幼稚。气宇轩昂，成熟稳重，这样的人有是有，要像文丞相一样。我要你帮我做件事。若此事不为道义，在下定当竭力。不过什么？在此之前，尚有一故人所托，不敢辜负。公子，为何不去镇上筑客栈？小哑巴还没回来。如果明天他还是回不来呢？赶紧去找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丢下他的。公子对他可真好啊！他流落街头，总该有人担责。我去找找看。公子，盯紧他，有异动即刻告诉我。
公子，你醒了，再休息会儿吧。看着天色，天黑之前我们就能进城。你叫我什么？公子啊，不是说出来以后只能喊你公子，不能叫公主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公子，您不是吵着要去找文天祥文丞相吗？算算距离，离他不远了。文丞相？哪个文丞相？当然是宋朝的文天祥文丞相了。我要去见他？没错，要我说，等爷打下宋朝，把他带到大都，你想见他还不轻而易举，何必现在这么劳累，跑这么远？胡说！文天祥也是你的议论呢。属下不敢，公子恕罪。那我考考你，如今这是什么朝代？你对这文天祥又了解多少？你要是说对了，我就恕你无罪。如今是至元15年12月18，文天祥乃大宋的丞相，颇有学问，连爷都称他状元中的状元，宰相中的宰相。还有呢？看来公子对他很是推崇。想当年，他散尽家财，募兵5万，救驾秦王，连爷都对他称赞有加，朝中大臣更是议论纷纷。不过，有的人说他才华横溢，还有的人说他桀骜不驯，更有的人说他风流倜傥，妻妾成群。不知道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。祠堂内有块石碑，石碑上写着文天祥，文天祥是于至元15年被俘于12月20日。他现在应该在五坡岭即将被俘，还有2天，还来得及。立刻掉头，现在往五坡岭方向赶。五坡岭？那里是一片荒山，公子，我们去那里干嘛？别问，我那去就是。好。英哥，文天祥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对，这不是梦，这是英哥的记忆。太离谱了！难道我这是真穿越了？可当时我明明是正在祭祀文天祥，然后有人出言不逊，当时就起了一阵大风。对，然后我就正好在去找文天祥的路上。这天底下真有这么巧的事？我知道了，我穿越到这里来，就是为了改变他的命运。这是他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我这既会医术，又会武功，看着头面还是个有钱的大家小姐，说不定还是什么天王贵胄的小姐呢。这妥妥的天命大女主啊！英哥，英哥，谨慎些，别到时候成了炮灰了。什么大女主？我看是医疗剧的大女主啊！如果我说你伤好以后武功尽失，怎么办？喷，骗你的。不过你接下来是得好好休养。那文大人有消息了吗？听说吕文焕和张弘范，他俩同在一处，正在尝试劝降文天祥。哎，你说咱们将军会不会给他……属下多嘴，将军恕罪。谁？在下张弘范，拜见文天祥文丞相。
大元朝张弘范久仰先生文采风流，今日一见，真是三生有幸。我早就听说先生是状元中的状元，宰相中的宰相。今日一会，得偿我一生所愿。你我今日处境天上地下，何必说这些哄3岁小孩的话？先生大才，何必要妄自菲薄呢？我只是略微比先生多了一些运气而已。先生是100年一遇的大才子，自幼生长在罗绮中，要不是身处末世，张某行伍之人，怎么能见到您的尊颜？大人此来，不会只是为了告诉文某，我身在末世，是个亡国之人。我知道你对我和我们大元朝都有成见，可是宋朝在节节败退，不是我的错，也不是北朝的错。我知道，先生我们俩的立场不同，但是有些事情我还要告诉你。五坡岭一战，你的旗下程大、陈二兄弟背叛在先，又加上你昔日的同僚吕文焕吕大人处心积虑，才造成了你陷马忧谷。唯有我，那么南朝视为洪水猛兽的大元官员，派我的手下换下了毒药，救了你一命。是吗？你知道你为什么晕倒吗？因为毒药换成补药，吃多了也会晕倒。真是用心良苦啊！我们仰慕文大人，自然会运气。啊，还要告诉你一句，你的那个亲信侍卫，叫杜梅鹤的小伙子，我已经把他放了，因为我不想再遭杀孽。你这么关心文天祥，莫非他的事就是故人之托？你的消息很灵通嘛？我当然知道，百姓都在传。不过，我并不打算先去救文大人，我打算先救他的妻女。你还知道欧阳夫人？那是当然，文丞相可是大英雄，欧阳夫人是他的妻子。我一直就崇拜文丞相，如今他有难，我当然要鼎力相助。那你为什么不先救文丞相？事有轻重缓急，文丞相是名重天下的大才子，元军即使抓了他呀，短时间之内也不敢对他动手，不然堵不住悠悠天下之口。元朝人的心思，你还听懂？况且我势单力薄，要救他那得徐徐图之，而欧阳夫人一人在外，她的性命可没什么人顾及。夫人和小姐被俘的话，这便成为了文大人的软肋。所以想要帮他，我们就必须替文大人了却他的后顾之忧。你年纪轻轻，颇有见识嘛。你总算夸我了。既然我们志同道合，那为何不试试一起同行呢？那为什么是我？因为我救了你，救命之恩，你要有良心就该自觉报答。这路途艰险，我这身伤就是被豺狼所刺。况且，你又是个闺阁女子。女子怎么了？要不是我这个闺阁女子，你早就死了。别误会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怕我拖累你？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我们便暂且同行。或许你见过这个世道之后，自然会改变想法。既然要同行，还不知道小姐芳名？英哥，杜梅鹤。英哥是哪个英？我的父母愿我如同草木旺盛，生生不息，自由如歌，响彻天空。你说哪个英？草之精秀者为英。草之精秀者为英，兽之特群者为雄，所以英者可以为将。梅鹤是想做鹰呢，还是做熊？英雄？在这乱世，管你该是英雄，该狗熊的时候还是得狗熊。那英哥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我这车上原本有个小妹，我去救你那天她走丢了，她脑子不好，也不会说话，我不放心。等她回来，我们立刻出发。公子，公子，这里没有外人，不必叫我公子。小姐，
小哑巴回来了。老天爷啊，在穿越小说里随便捡个人，可比在云南捡菌子风险还大。等我，我这是被锅给煮了，不是要打鹰哥吗？不是小姑娘才穿越吗？大老爷们也穿竹披双耳雀，风入四蹄青。好马。哎呀，马兄，我看你这身段呢，主人身份也一定不稳。这又是哪位少年将军命悬一线呢？那我就跟你走上一遭。买主人，收战马。吁！不是，你也没告诉我有2个人呢。哎，是清蒸了还是油炸了呀？哎，马兄，哎呀，这事儿咱得商量一下啊。哎呀，这你也看到了啊，一个拖油瓶，另一个5分熟。你要说救啊，还真没法救啊。但你又说埋吧，那还有气儿。我们跑单帮的最怕的是什么？因果报应。哎，我呢把这2个人搬到马背上，你带着他们2个去找医生。相识一场，我也仁至义尽了啊。你要觉得行就应一下。哎，你们呀自求多福吧。
哈，那就是说，我的小哑巴救了这个重伤的男人，这匹马救了他们2个，你是马带来的救兵。虽然呢，这听起来很像三流文人写的蹩脚话本子，但事实它就是这样。哎，是你，俊彦。那匹马叫俊彦。是啊，我队伍里以前有个副将叫刘俊彦，处处爱跟大人较劲。你猜怎么着？我把我的座机名字改名为俊彦。你们挨打了？所以啊，我从来不当着他面叫。刘大哥，他是个好人，他除了爱絮叨，跟大人经常对着干，大人做的事情他都不以为然之外，也没什么缺点。这缺点也不少吧？也不知道刘大哥现在怎么样了，是不是跟大人在一起？哎呀，别想了，这年头死个人比死匹马都容易。你给我闭嘴！丫头只是体力不支，无甚大碍。至于那汉子，是浑身灼伤，晕死过去的。哎呦，那身伤很是害人，皮肤都溃烂不堪了。旁人若是经此一遭，绝不可能还活着。我看着倒像被人活烹了。什么？我猜啊，那汉子是觉得小丫头要饿死了，打算把自己烹了给丫头吃。怎么可能？人吃人？那有什么？这世道，父亲吃儿子的还有呢。这当爹的把自己烹了给闺女吃，再正常不过了。小姐，今晚我们去哪里休息？大哑巴和我上马车睡。你留下照顾伤员，多捡点柴火。这位救兵先生汪北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叫汪北。张先生，看您身强体壮，不如今晚跟我一块守夜如何？我凭什么跟你？可以啊，非常可以。明天一早我们先进城，先住下，养好身体再说。这位小姐果然人美心善，还很阔绰，不知是否需要宝马良驹啊？在下祖上便在北方边境贩马，传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3代，人送外号马3代。你到底是怎么跑出去的？外面那2个人是谁？你认识吗？我把你从那种地方带出来，又把你带在身边了这么久，我以为你不会骗我。马再通人性，也不可能把人带到这里来。我会为你保密的。你要是不告诉我，我怎么帮你啊？哥姐。哟喂，小斗鸡眼儿，切，什么呀这是？上好的黑狐皮，就这么一件的，哪怕是在塞外的雪天也进够了。别说，你家小姐呀，对你还真是不错，一个下人都能穿这么好的黑狐。撒个尿去不去啊？不去拉倒。去。好好侍奉文大人。是。吕大人军务繁忙，怎么有闲暇到我这里来了？
张洪范，你这是在通缉！这话从何说起？这可是杀头的罪，我可领不起。你救了文天祥，我收到的旨意是生擒文天祥，这个“救”字从何而来？你让人换了他的药。吕大人，是你想让文天祥死？你什么意思？吕大人战功卓著，回到朝堂自有封赏，这么着急干嘛呀？幸亏你不是属猴的，要不然变成了猴急。张洪范，你私自起流奏折，你欺君罔上，你欺君重罪，是这个吗？文天祥服毒自尽，公然上奏，谎报欺君和拦截欺君奏折，哪个罪过更大一些？吕大人特别不希望把这个称为奏折吧？当然了，我也不希望把它当成奏折。只是不小心在将军的门口捡到了一张将军的墨宝而已。吕大人，我是在救你。我相信吕大人明白，那个假冒文天祥的人已经被你的手下给烹了。至于死透了没有，是不是？哎，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张大人的眼睛，就像在襄阳城一样。张大人的探子无处不在，这次呢，让我猜猜，乞丐、妓女、炮弹帮的。我大元将一统天下，陛下文韬武略，是不世出的明君。文天祥这样的名臣，对统一南朝来说非常重要。文天祥只能降，不能死。吕大人若要以抓他为名行逼杀之实，到时候谁也保不了你。不过好在陈氏兄弟已经失踪，只要我不说，便天不知地不知鬼不知也。再说白一点，这事是你我二人共谋大计，生擒文天祥，诱降文丞相。吕将军，你要记住，一朝是降臣，终身是降臣。看他那样，亡国奴还挺悠哉。闭嘴吧，还嫌你那张嘴传的货不够多呀？什么事那么高兴啊？嫣然打扰先生了。看你眉眼之间是藏不住的高兴。厨房买来一只小兔子，耳朵那么长，浑身雪白，可漂亮了。那你抱过来也给我看看。好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先生，咱们可以把这只兔子养在这个院子里吗？当然可以，这天地间容不下我文天祥，可还是容得下这只小兔子的。就叫它一笑吧，所谓嫣然一笑嘛。我最大的女儿跟你差不多大，也喜欢这些小东西，兔子呀、小猫、小鸟，她都养过。有一回，他二叔不知道从哪儿给他弄来一只小猎狗，一开始说呀，只能长到小猫那么大，结果一眨眼长得比他还高，拉都拉不住。说来也奇怪啊，那么大的狗，小小一个人还就听他的话。能做先生的女儿，真是这天下最幸福的事。不，做我的女儿是天字第一号倒霉的事儿。嫣然，你家里姊妹几个呀？我只有一个姐姐，可惜已经不在了。在这乱世里，一个小姑娘、小娃娃，总是身不由己。
嫣然听不懂先生在说什么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们两个就在这院子里好好的生活。我呢就读读书，喂喂兔子；你呢也就陪着我读读书，喂喂兔子，也好给你身后的那些大人物有个交代。甚好，甚好！哈哈哈哈哈！文兄啊，听说有个兔子交了大运，入得你的法眼，他可比嫦娥手里的玉兔还要金贵啊！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福气沾一沾光，喂一下，下辈子托生，我也好去月宫啊！倘若玉兔落到我这个老头子手里啊，嫦娥仙子若有知，怕是要气得柳眉倒竖了。哎呀，沾一沾他的光，我喂一下。文大人，文大人的小院倒像是谪仙人的仙乡啊，不知今夕是何夕啊？文大人，能否有幸在您这儿叨扰一餐？我这个阶下囚能在此苟全性命，都是托了张大人的福啊！来人呐，备菜！饿了吧？来吃吃啊！来，张嘴。今天能与文兄把酒言欢，得遇知音啊！嫣然，弹一首《高山流水》。我听说文兄熟读《孟子》，我是军旅之人，对圣贤书知之甚少。如果有空，指教一二。圣贤之书，人人读得，而有些人即便读了圣贤书，也是招人嫌呐。啊，文兄是江西人士，江西人杰地灵，盛景如画，文采风流，只是一直未能造访，唉，也是一辈子的遗憾。张大人未能造访江西，倒是江西的福气了。哼。奴婢告退。哎，我说英格小姐，下次这个剑啊，就不要放在脖子上了啊，很危险的。你费尽心机混进我的队伍，意欲何为？哎，你这可冤枉我了啊！我此次前来确实另有要事，但今天这件事呀，纯属意外。你敢说你先前不知道我在这里？我只知道小姐离开了家也很着急，今日有幸遇见，自然是不想离开。若是能把小姐护送回京爷，自有重赏。我呀，就是个生意人。你原本是要去做什么？听命行事罢了。听谁的命，又行谁的事？你知道的？我不知道。
这么跟你讲吧，狮子和老虎啊，都想获得上天的眷顾。老虎呢，想要把猎物直接撕成碎片，主动奉上；然而狮子想要猎物主动臣服。二者相斗呀，唯有一只弱小的兔子成了这盘棋的最后一手。它不是兔子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？刚刚无意间听到你和梅鹤哥哥的谈话，似乎是和文丞相有关。是啊，这世间的每个人好像都和文丞相有关，也不知道他招谁惹谁了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哥姐，如果真的想救文丞相，嫣然姐姐或许有办法。嫣然就是和我一起的那个姐姐，你让他们把我们俩都放了，可是还没来得及，张红范就把她带走了。你认识张红范？认识。哦，我不认识，只是见过几次面。这一路上听那些老乞丐说他是什么？他是阎王爷派来的，收人命的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哎呦，张大人，好巧啊！文天祥降还是不降？何时能降？他若归降，文天祥的降也就要改成归降之降了。看来你还是不懂文天祥啊！你还知道回来呀？在文天祥那儿玩得很开心吧？撩尸弹琴喂兔子，过了几天好日子，你还知道你是谁吗？嫣然，哼，好一个嫣然一笑。嫣然，对不起。嫣然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嫣然，嫣然，你知道的，文天祥投降对我来说最重要。陛下即将统一天下，文天祥作为前朝丞相，如果降元，无论是民心和统治，都会顺利很多。崖山是我们需要征服的最后一块版图，而文天祥是我们在民心上需要征服的最后一块版图。拿下文天祥比拿下崖山更重要。只能由我劝降文天祥。自古只有在马上得天下的，没有在马上治天下的。只有天下归心，才能天下太平。再说我10年戎马，那些前朝的文人叫我都得罪了。陛下文韬武略，一旦天下平定，他会用那些汉人官吏，一旦他们得势，必不容我。如果文天祥投降我朝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封侯拜相，成为我朝之栋梁。到时候我劝降有功，自然就会没事。大人放心，嫣然说过，愿意为大人做任何事，不论以后世事如何，嫣然都会陪在大人身边。还是年兄懂我呀！好酒好菜，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好酒好菜，好琴，好兔，好年兄。年兄当年高中状元的那篇文章，要不我吟上一吟，让您听听，我是不是堪称是您的知音？盖闻道
之大，原出于天，圣圣相传，同此一道。有修身而治人，有治之而齐家，治国平天下。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大丈夫都应该平天下。祝文兄高中状元，当府一大白。文天祥，你虚伪，你是天下最大的伪君子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我们的家呢？我们的国呢？哈，我们的天下呢？你修的什么身？齐的什么家？治的什么国？平的又是什么天下？吕文焕，你喝醉了。我喝醉了，我没有醉，我没有家，没有国，也没有什么天下。6年，我在襄阳城6年，我的国毁了我的家，我没有等到一兵一卒，一粒粮食。吕文焕，你苦守襄阳6年，我一向敬你忠勇。敬我忠勇？偌大的临安城，若还有人记得我吕文焕忠勇，为何不来救我一救？当时朝廷风雨飘摇，外有北方强敌兵临城下，内有奸相贾似道蒙蔽圣听，所以，我襄阳城就只能困守孤城，孤立无援。张世杰、夏贵、范文虎多次增援，这都是表面文章。你们的说辞是你们不救襄阳，是你们弃了襄阳。明明是你弃了襄阳，弃了朝廷，怎么能说朝廷弃了襄阳？更何况，真的没有增援吗？增援，2个人，一人背一口袋粮食，这叫增援。吕文焕啊，吕文焕，你轻飘飘的一句2个人，你可知张家兄弟是如何穿过援军的层层封锁，深入你襄阳孤城的吗？你也要说，张氏兄弟2人前行100里，逆流而上，救我襄阳城。那你可知道，跟着张顺、张贵兄弟一起出发的，还有我大宋3000勇士，呜呼，3000人尽皆战死。想可知我襄阳城有多少人等待救援？有多少军民尸横遍野？援军以数万兵力围困襄阳，襄阳一夜之间变成孤城，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。吕文焕，你身为守城大将，你也没有想到援军会以如此决心围困襄阳。你若因此怨责于陛下，见罪于大宋朝廷，那是不是襄阳军民一样可以见罪于你吕文焕？张家兄弟是否也应该见罪于你吕文焕？见罪于我吕文焕，见罪于我吕文焕的人多了去了。文天祥啊，文天祥，这就是你们文人的虚伪之处。君子远庖厨，只愿见其生，而不忍闻其死。你知道张氏兄弟虎视城下，你可知道你们高居庙堂之上，我有多少兄弟曝尸荒野？我也是领兵之人。领兵？你知道孤身守襄阳6年是什么感觉？我在襄阳城里，手下也有一对兄弟，姓陈，老大叫陈大，老二叫陈二，是屠户出身。元朝人没打过来之前，父亲在襄阳城卖肉，兄弟俩帮忙。元朝人围城之后，他兄弟2人的父亲拿起屠刀就上了城楼，结果没摸到援兵的一个衣角，就战死了。
后来襄阳城没有一粒粮食，陈大陈二的祖母和母亲就自尽了。他们的爷爷，一个须发洁白的老人家，把家中女眷的肉解得一条一条，推到军营。第二天，这个老人家上吊自尽了，死前还洗了个澡。就吊死在他们家宰牛宰羊的案子旁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为了充作军粮的时候，不要让营里的士兵麻烦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吗？因为老人家临死前求我把他的2个孙子带出去。你知道城里有多少百姓自杀冲降，都是为了把最后的香火传下去吗？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。高居庙堂之上，你们什么都不知道。襄阳城有多少人灭了香火？这天下有多少人灭了香火？而如今，连我大宋朝都要灭了最后的香火了。襄阳6年，你也算是有血性的。后来你降元，各中万般无奈，我不怪你。如果你从此归隐，那我们还可以互通书信，畅聊诗文，还是知交故旧。知交故旧，可你不该助纣为虐，侵我江山，戮我子民，更不该亲手带人来灭我大宋朝最后的香灯。文丞相可知道，人肉是酸的，也是臭的，一定要大口大口的吃完，要屏住呼吸，不然再吃不下第2口。一个人，你知道能解出多少肉吗？比一头羊多不了多少，要不然叫2腿羊呢。如果文丞相也像我一样，一口一口吃掉自己妻女的肉，你就不会那么高高在上的指责我了。一个亡国宰相，何来高高在上？对了，吃人呐，要先吃内脏，内脏一腐，人吃了人，眼睛是会变红的，就再也做不了人了。就像吃过人肉的野狗一样，第一眼看见就要一把说死，因为有了第1次，就会有第2次。所以你便再也不打算做人了，是吗？做人有什么好？我需要钱，我要大把大把的钱，够维持我几年军饷的钱。我要权力，至高无上，掌控一切的权力，能够掐灭一切力量的权力。6年来，2000多个日日夜夜告诉我，钱和权力无所不能。除此之外，我一无所有。吕文焕，你既然还以兄称我，那我就说几句交浅言深的话。我一直说我身陷孤城，是最孤独的臣子。可我堂堂大宋，身陷崖山小岛，又何尝不是被困孤城？你既然明知这种滋味难熬，又何故要助纣为虐？你说我助纣为虐，你可知道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活着？那是因为张弘范处心积虑把你当作供我大宋军民军心的工具。一旦你降元，宋朝百姓就再也没了抵抗的心气。一旦攻心成功，那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。他张弘范就成为元朝统一天下的功臣，而你，文天祥，你就是大宋灭亡的最大叛徒。我文天祥一介书生，何德何能？当然了，
你这样也有好处，崖山那个孤城很快就不存在了，而你，文天祥，就是让他们解脱的最大的功臣。你不能再活下去了，唯有速死。你想让我死，却说得如此冠冕堂皇。你活着只有2条路，一是归降，二是全节。可活着若不归降，他张弘范现在供你吃喝，将来有一日他会让你吃掉自己妻女的血肉。你不知道吧？你之所以服毒没死，就是因为张弘范收买了陈家兄弟中的陈二。他从一开始就想生擒你，劝降你，让你做一个和我吕文焕一样的叛臣。文天祥啊，你不能像我吕文焕一样成为一个千秋唾弃的叛臣，你只有死路一条，才对得起你文天祥3个字。哎呀，死路一条！你劝人死路一条，留自己生而富贵，这是什么逻辑啊？吕文焕啊，吕文焕，我没有想到你那么快就说出了陈氏兄弟的事情。你襄阳城屠户之子陈氏兄弟，也就是我军中的陈氏兄弟吧？那我想请教一下吕将军，我兵败小北山，这陈氏兄弟在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？而吕大将军你又扮演了什么角色？这陈氏兄弟又是什么时候和吕将军勾结上的？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比你想象的要早一些。一开始我还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背叛你，但到了这里之后，日子清闲，脑子也清醒，倒也想明白了很多事情。自你降元之后，这对兄弟流落广东落草为寇，再后来又投到我的军中。你先困我于小北山，后擒我于五坡岭，都是这对兄弟在向你通风报信。现下两军对垒，兵不厌诈，只是想借文兄的性命一用。文兄先人之资，应该不会那么小气吧？我早该想到，像你这样背弃朝廷的人，手下的人背弃于我，也当真不是意外。我倒是觉得这陈大只是忠于旧主，难道你文天祥就这么霸道，只许你忠于旧主，就不允许我的人忠于旧主啊？大哥，你说这院里的人真有意思，都成阶下囚了，还敢对吕将军嚷嚷？人家是不是阶下囚，还轮不到你多嘴多舌。不过也是，这吕将军自己也是投降过来的，他们连皇帝都没了，有什么好耀武扬威的？自然是没有高低贵贱的。不过说来这个陈大，我倒要谢谢他了。五坡岭我被困山洞时，陈大已经带人逼近洞口，却迟迟没有冲进来，也不过是想多留出时间让我服毒自尽。你死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将军多心了。不过将军既然这么说，那我不妨假设一下，如果我死了，对将军没有太多的好处，可如果我还活着，对将军的坏处可就大了。你的生死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我活着，就像现在这样，张弘范必然会劝降于我。如果我宁死不降还好，可万一我降了，张弘范本与将军一同攻入我崖山，元朝皇帝论功行赏，二位功劳不相上下。可如果张弘范加上劝降文某的功劳，那将军可就远远落后于他了。如此，为什么我不能亲自劝降于你呢？你刚才不是说我只有死路一条吗？此一时彼一时了。恐怕是你并不想见到我吧？你见到我就会想到襄阳，想到你如何投降，如何背弃大宋。今日就这么一见，你就喝成这样，更何况日后相见？只不过是你的臆想。
当是意想好了。战局如此，被俘或者是战死都是早晚的事。如果能像吕将军最初设想的那样，文某能以一死以全忠义，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结局。菜凉了，吃不得了。小心嫣然。哼。这个客栈只有我们？当然了，我不希望太多人伺候。你是说，你把整个客栈都包下来了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那你可是比皇帝还牛啊！开玩笑，那倒是不至于。我给这个客栈取了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字，叫莺歌客栈，怎么样？你也太自恋了吧！那总比有些人给马取名叫俊彦好吧？你这伤好的也太慢了些，我急着救人，不如你好生养伤，我先去救。不行，我必须亲自前往，明日便启程。我是怕你撑不住。我的伤，我自己自然清楚。倒是他，你不会还要把他带上吧？那是我的事。望北，范马多年走南闯北，消息最是灵通。他说这2日援兵正在招兵买马，要送文大人和文夫人团聚，我们要抓紧了。所以呢，你要带上这个来路不明的家伙，跟我们一起去。他刚救了小哑巴和那个中年男子，哦，还有你的俊彦，可见心肠不坏。文夫人的消息可靠吗？消息可靠吗？我们做生意的讲究的就是一个童叟无欺嘛。至于你刚才说文夫人的消息是否可靠，你们要去找文夫人。文夫人。我们快去快回，你留在这里照顾小哑巴和那个伤员。哎，要不要考虑在我这买2匹马呀？我的马呀，可都是从草原上贩过来的，日行千里，无可比拟。唉，好了没？一个大男人磨磨唧唧的，你再磨叽，我们自己走了。哎，就不能体谅体谅别人吗？杜公子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一大早晨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睡到这里来了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那你尽量相信一下呗。你们就把我当成行李给带上吧。大哥，你可不是行李，你是个人，还是个快死了的人。我们可不是去踏青郊游，我们要赶很长的路呢。你要是死半道上，我还得给你搭一口棺材。我保证不死。别跟我这儿废话，快说为什么来这里？这里。你们救了我，我想报答你。
报答我？就你这样的，报复我还差不多吧？那你就救人救到底，送佛送到西吧。不是，你说狗皮膏药的吧？快说，你到底为什么来这里？好吧，我发现我失去了气。刚刚我看到女孩手臂上的红痣，我想跟上你们，也许能解开我的记忆中的封印。失忆？你这未免太老套了吧？带上他吧。如果这人真的心怀鬼胎，让他跟着我们比留在这里好。干嘛呢？我总觉得文大人现在正在面临着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平静，但是却深不见底的沼泽，四处都是危机。带上我吧。既然如此，他一个重伤员都跟上了，那小哑巴也一起走吧。我们一起上路。出发！先生，看什么呢？张大人真是煞费苦心啊，寻来这么一张好琴，看干净辽阔，沉稳厚重，仿佛是颜回坐在这里。这明明是一张琴啊，怎么会是颜回呢？圣人是一种气质，它可以以任何形式存在，可以是风，可以是水，孩子，也可能是你。我？不可能是我，怎么也不可能是我啊！怎么就不能是你？先生，您不知道。有很多事情我确实不知道，但是嫣然，如果是我的女儿流落到身不由己的地步，我希望她可以照顾好自己，就算是做出一些不情愿的事，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，都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不要自弃，好好活着。先生很懂琴。年轻的时候总是爱好一些附庸风雅的东西。请先生赐教。这琴啊，是乐器中的君子，只乐器，不悦人。譬如二胡、唢呐呢，都是为悦人而存在，落到别人的耳朵里，比落在自己的耳朵里好听。但琴就不一样，琴是弹给自己听的。那岂不是孤芳自赏？也不尽然，如果有箫，便可合奏。就像人，无论是什么样的人，都会有那么3、5知己。好，我今天来给大人带来一个好消息。大都那边来的命令，拜文兄为丞相，只要你点头，不日就可以接到明旨。文兄是状元中的状元，丞相中的丞相，如今天下哪个才名有你高？这个丞相之名，乃是实至名归。我朝陛下点的状元，想不到还有在元朝做宰相的一天。陛下文韬武略，识人之明，自然也是天下皆知。但是丞相的威望也是众人皆晓，你我继续一文一武，同朝为官，为百姓鞠躬尽瘁。比如琴箫合奏，岂不快哉？如此看来，我跟元帅能喝酒，
今天是最后一杯了。嫣然，我有时候真的很孤独，要么带兵打仗，要么是迎来送往，对他们所有人，我都要笑脸相迎。大人，我父亲有这么多儿子，他从来没有重视过我，就算我流落在外这么久，他也没有找过我。要不是有幸遇见你，我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。也许这么多人建功立业，就是为了化解孤独。看来这些天在文天祥那儿，你大有长进。我要成为我父亲这帮儿子当中最有出息的一个，只有我才能保住家族的荣耀和地位。我们都是无依无靠的人，只有靠自己才能为自己打下一片天。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只有女人才是一把利刃。大人，能不能想一想别的办法？先生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，大人你也知道，我从小就没见过我父亲。你还知道你有父亲？你知道你父亲是怎么死的吗？要不是和南朝人打仗，你怎么会没有父亲？你要是为了你父亲，你就应该好好想想该怎么做，不要在这里找各种借口。你从小没有父亲，我的父亲不爱我，我们只有靠自己才能打出一片天。我不想要这些东西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父亲、母亲，我想要简简单单的生活。我答应你，只要我们成功劝降文天祥，拿下崖山，我可以带你到一个偏僻的地方，一个小山村，没有任何人认识我们的地方。我还可以给你买一条大船，在太阳落山的时候，看着夕阳西下。大人是有大抱负之人，怎么可能会有闲情逸致陪我看日出日落？大人肯这样骗我，嫣然已经很开心了。嫣然，你怎么能说我会骗你呢？这世上所有人都可以这么想我张宏帆，唯独你不行。好，我记住了。总有一日，我们会坐在一条船上，一起看夕阳。嫣然，要多笑，你笑起来的样子是最美的。
喂，你是谁啊？怎么躺在这儿？我叫张三。那你是不是还有2个哥哥？一个叫张大，一个叫张二。我兄弟4个，我行3。你这是跟部队走散了？我腿受伤了，我爹将军他们带着大部队先行离开了。你们将军为什么不留个人陪着你，照顾你啊？军情紧急呀，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耽误了大事啊。那你这疼不疼啊？饿不饿？我可以回家给你偷个窝头吃，我娘昨天刚整好的。她虽然说不让我偷吃，但是我知道她藏在哪儿。那你家住哪儿啊？我家就住在前面那个破庙里。破庙啊？上个月我姐姐病重，我娘就把家里的房子卖给了一个马贩子，给人家养马，人家给了我们2两银子，给姐姐买药吃。那住在哪里啊？住在破庙倒是没关系，那个老和尚跟我爹爹是好朋友，可是我没有家了，那个房子还是爹爹建的呢，我从那儿出生，姐姐也是。那你姐姐呢？好了吗？姐姐她已经死了，人家都说她是痨病死的，都不理我了。我娘她很难过，也不说话，我就更不敢说话了，我怕惹娘伤心。我都已经好久没说话了，你能不能陪我说说话？好啊。那你叫什么？我没有名字，我姐姐叫大妮，她的名字是爹爹给取的，所以我娘就叫我二妮。你长得这么好看，应该叫嫣然。嫣然特别适合做你的名字。嫣然是什么意思啊？所谓一笑嫣然。那你不应该叫一笑吗？好啊，我叫张三，以后我号一笑。喂，跟我去玩。你带我去哪玩？我带你去看船，去看我爹爹的船。好啊，走。你要是早点来就好了，我们还能划船玩呢。现在船已经破成那样了，没法做人了。你爹爹打鱼的，没听你说起过。我还没出生，爹爹就去打元朝人了。村里人说他肯定死了，阿娘也这么说。但是我爹爹在的时候，他对阿娘和姐姐可好了。他知道我娘是个农家女，不会打鱼，所以家里家外的事都是他自己干。他如果还活着，肯定会回来找我们的。你爹爹肯定很疼你。那当然了，我爹爹要是在，我绝对是这天下最最幸福的人了。走。笨死了，快起来！哎呀！嫣然，怎么啦？我要走了。我知道，你昨天去村口买了很多窝窝头。我会回来找你的。我不骗你，我真的会来找你的。你要照顾好自己，等我回来，别对着谁都笑，笑起来那么好看，别的男人会欺负你。等我建功立业，当上大将军，回来找你。我会从马贩子手里把你家房子给你赎回来。哦，我回头买一艘比这艘船还大的大船，回到军营中，我帮你找你爹爹。我真得走了，天黑之前我得赶到最近的驿站。喂，你别忘了我，嫣然，我叫嫣然，你还要给我买大船呢，别忘了。啊！
你这是做什么？把自己的女人送到别的男人怀中，什么感受？我知道你是个不择手段的人，可是却不知道你是那么的不择手段。我再不择手段，也比不过吕大人心胸狭隘。至少我没有把自己的女人送给别的男人过，更何况那个男人做他的父亲，绰绰有余。出卖自己的女人，出卖自己的君主，哪一个更无耻？也许我不是个好臣子，可你不是个男人。我没想到，像你这么无耻的人，也会戳中心窝子，也会动手殴打同僚，出手泄愤。我不仅可以打你，必要的时候，我还会杀你。那是当然。等到陛下一统天下，张大人封侯拜相，自然是想要谁的性命，就要谁的性命。想来吕大人在杀人方面更是擅长。面对昔日同僚，你动起手来也毫不手软。我战功赫赫，手里自然人命无数，不像张大人世家公子。但是我有一点不明白，你为什么和我一样，闻到战功的味道，就像野狗闻到臭肉，饥不择食。人活一世，自当建功立业。恐怕张大人所谓的建功立业，不止如此吧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我们村里有一户地主，地主家的小妾生了一个儿子，颇不受宠。长大以后，想在家族有一席之地，就日日跟长工一起出工做活，颇是能干。您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？这个儿子带着长工自立门户，创下了比他爹更大的家业。我这样的人，疆场厮杀，战后论赏，可不像张大人和您的家族居首功。只是不知道日后陛下一统天下之后，张大人的家族能否还像过去一样固若金汤啊？这个不需要吕大人操心，你还是多想想你自己的后路吧。吕大人在降臣之中得到的恩宠，可谓是首屈一指。兵法有云：“不战而屈人之兵。”在降元之后，你得到的恩宠，那些宋朝老臣都看在眼里，金帛、美人、田亩、官位，你得到的越多，他们对抗的心思就越弱。在两军对阵时，自然对你恩宠有加。吕大人，文天祥若有3长2短，你我吃不了兜着走。你拿文天祥当个宝，把自己的女人送去侍寝，我还能怎么样？你还算是明白人。不过，我想问你一句话：一旦文天祥归降，他必是百官之首。张大人，你不怕文天祥在你之上？不知道吕大人是否听说过廉颇蔺相如的故事？张大人的春秋大梦做得太美了些，我不知道文天祥能否和张大人成为将相佳话，但是在下倒是愿意和张大人合作。吕大人的家族和我的家族恐怕很难共存。窃以为你我2人可以共存，这就足够了。夜深了，我要休息了。吕大人请回吧。看来今晚的你也是一个不眠之夜呀！啊！哎呀，快进来，别冻着了，快！
哎呀，这哎，来，大人，事情已经调查清楚，今晚一定会成功。果然如此。嫣然，你是个好姑娘，不要做这样的事情。无论谁派你来的，你都不应该玷污了嫣然这个名字呀。你应该好好的生活，回去吧。哎呀，别哭了，你回去洗个脸，好好睡一觉。我还不能离开，派我来的人说，我必须待到早上，要不然他不会放过我的。哎，行，不走就不走，咱爷俩也找点乐子，带你吃个好吃的。哎，劳驾，把白天的锅拿过来，杀只鸡，再烧些炭。鸡要未满1年的子鸡，炭要橄榄核炭啊，快点！哎呀，我以前在家的时候，我夫人一到冬天就喜欢炖锅子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想吃什么就下什么，啊，经常是一顿饭吃1、2个时辰都是常有的事。这看着就好吃。鸡啊、鱼啊、牛肉、羊肉啊，都可以炖锅子。啊，如果肉食不就手，滚水里放2片姜也能吃。哎，那这些牛肉丸是不是也可以放里面煮啊？想来是可以的。先生，给我讲讲您夫人和女儿的故事吧。我的夫人啊，她是最贤惠的。那您跟夫人是怎么认识的呢？我的夫人是书院先生的女儿，我第一次见她是我刚到书院那天，师母在后山种了一大片蒲公英。哎，你知道蒲公英是什么吗？啊，你就理解为是一种草吧。开花的时候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，一小团一小团的，扑到人脸上痒酥酥的，晒干后可以入药。那天啊，他就在药田帮师母干活呢。这大户人家的千金也要干活？怎么不用啊？欧阳先生，也就是我的岳父，他在书院教书的时候，每月可得的束修不过才2吊钱。还有一些家境贫寒的孩子，经常去先生家里吃饭，笔墨纸砚送出去的更是无数。那然后您的先生就将他女儿许配给了您？后来啊，我就进京科考了，但是天命不佑，我刚考完，父亲就去世了，只好回家丁忧。那个时候日夜不能寐，先生知道了，就让我去书院散散心，顺便呢教导那些年轻的学子，于我也是一种开解。哦，那之后你们就东方花烛夜啦？哎呀，3年校期满了，先生就把女儿许配给了我。哎呦，这一转眼就是20年了。哎呀，老了呀！先生才不老呢，现在那些年轻后生都不及先生风度之万一。就你嘴甜。哎呀，别光说我了，说说你吧，嫣然，你家在哪儿啊？我就没有您夫人那么好的运气了。我的爹爹是个渔夫，阿娘是附近农夫的女儿。有一天，外公去街上卖绿豆，结果遇上一群溃兵，那群溃兵就要抢外公的绿豆。那绿豆是外公打算卖了之后买块布给娘做冬衣的，所以就去军营里找他们讨银子。他们非但不给，还打了外公，外公险些吃了大亏。幸亏这时候我爹爹去给军营里送鱼，就救了外公。外公啊，一下子就看上了我爹爹。我爹爹又高又壮，别人都说爹爹不像本地人，咱们这的人啊，可没有他那么高。哦，还有，我爹爹跟我阿娘的感情也是极好的，就像夫人跟您的感情一样。我小时候听我阿姐说，她的小时候，爹爹从来都不舍得让阿娘出海，所有船上的事都是他自己来。听你阿姐说，只可惜后来爹爹被抓壮丁，去打仗了，
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，爹地都不知道还有一个我呢。阿娘一个人照顾我跟阿姐，很是辛苦。而且阿姐10几岁的时候就病死了，阿娘没多久也就去了，就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。村里人还都欺负我，我又不会种田，更不会打鱼，所以就只能出去流浪，讨口吃的，这才活了下来。先生，您说那些人会不会为难您啊？您要是不回去，您的女儿会不会也像我一样无依无靠的？还有您的夫人，会不会也像我娘一样，每天晚上哭？虽然我总说我爹爹肯定回不来了，但其实我总是盼望着，万一有一天我爹爹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该有多好！所以先生，您夫人还有女儿，肯定也是希望您能尽快回去的。我还能回去吗？小姐，我发现你除了脾气不好那么一点点之外，人还是挺善良的嘛。轮不到你教训我，小肚子。你现在是我的小厮。好的，小姐。哼，那小的能否问问，刚才的那位侍卫传来了什么消息啊？少打听，知道的越多，死的越快。有文夫人的消息了。太好了，那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。可是什么呀？我们这次过来不就是为了救文夫人吗？我是说你的伤。我的伤无大碍，如果这次不能救文夫人，下次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。银哥，银哥，累不累啊？要不要歇一会儿？这个信我给你拿。我们是来救人的，不是来游山玩水的。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？你怎么就这么……好了，我没有那么娇气，继续赶路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他们戒备不严，我出其不意，快进快出。你旧伤未愈，我们不能硬去。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哎，嘿，莽夫！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中计了！快撤！快撤！
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这下子咱俩扯平了。扯那个大头鬼啊！快带他去城里找正经大夫。你别说他了，你不也需要大夫啊？我就纳了闷了，你非要带他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我早就看他这个小白脸不爽了，一到打架就睡觉。年轻人身体就是好啊，能吃能睡的。我不带他带你啊！依我看啊，这就是个局。文天祥夫妻应该已经团聚了，按理来说，文天祥投降也是迟早的事儿。这是个空城计，看来我们当中有内鬼，他才会设这个局来诓我们。诓谁也不能诓你啊，对不对？你又知道了，该不会你就是这个内鬼吧？无凭无据的，你不能这么说我吧？那无凭无据，你凭什么说文天祥是会投降啊？你啊，对谁都这么好。你说什么？你把馒头给我交出来！你把馒头给我交出来！喂，你们干嘛呢？少管闲事！滚！贵人什么时候来啊？你说什么呢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我就想问问你，打算什么时候回去？哎呀，他伤得太重，等尽快赶到城中。哎呀，我就是劝不听你呀！说不定文天祥现在的日子呀，美食美酒，说不定还有美女，就咱们被他绕得团团转，你图什么呀？哎呀，走吧。梅鹤，梅鹤，我在这里！救他，救他！梅鹤哥哥，爹爹呢？梅鹤，梅鹤，你要去哪儿？走啊！梅鹤哥哥，爹爹怎么没和你一起来？快去找大人！我不怪你，不要丢下我们！你怎么对得起我？怎么死的不是你？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你没事吧？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放开！夫人呢？弄疼我了！啊，对不起啊，是我太心急了。车内空无一人，文夫人的消息怕是张红范放出来的诱饵，我们中计了。你的伤怎么样？我的同伴足够英勇，我没事。那，文夫人已经落在他手里了，你也不必太过自责。换个角度想，也许文夫人被俘，能够跟文大人夫妻团聚，也算不抱憾终生了。我救不了大人，也救不了文夫人。我逃了回来，我还活着，我还活着干嘛？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好好养伤。不用你管，我本来就是个废物。是不是有点不分好歹啊？我们救了你，你什么态度？我知道人家英哥为了你付出。你也是真有意思，人家文天祥说不定已经打算好了，
和袁成人好好相处。你呢，一厢情愿的救来救去，反倒牵连我们，有意思吗？你我什么我，小子，我知道的比你想的还要多呢。这文天祥身边呀，有一个小美人儿，年方28，正可谓是娇艳欲滴。你就不想想，他为什么有这种待遇呢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文大人可不是那样的人。是哪样的人？你以为他过的什么生活呀？阶下囚吗？那美食美酒啊，流水一样般的送进去的。那不过是张宏范的障眼法。那小美人呢？我听说那小姑娘呀，比文天祥的闺女还小呢。你我都是男人，每个男人面对豆蔻少女，还能想起那面老珠黄的糟糠之妻呀？你太过分了！滚过去！我就该把你的嘴给你堵上。我迟早缝上你的嘴。大人，我觉得对于文天祥来说，做他的女儿比做他的女人更有用。好，只要你愿意，做什么都可以。这世间所有人都难逃一个情字，更何况是父女之情。大人，当初是您救了我，嫣然依然愿意为您做任何事。只是，我能不能求您不要伤害他？嫣然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相信我了？你怕我杀他？你居然怕我杀他？您难道不会杀他？谁敢动他一根汗毛，就像拿刀戳我一样。恐怕在这个世上，只有我希望文天祥好好活着，甚至比文天祥更想让他好好活着。你知道吗？自从有人听说我把他接回来，就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死，甚至于已经开始给他写上生祭文。我不知道他听说以后能不能撑得下去。生祭文是什么？就是人活着的时候把他当成死人，祭奠他，逼他自尽。他们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嫣然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以为只有我张宏范为了私利而算计人心？那些文人算计起人心来，比你想象的更可怕，甚至包括你的文先生。不，他是个好人。好人？哪有什么好人？只是你没见到他算计人心的样子。你不要随意揣度他。你回去帮我劝劝先生，一定要他好好活着。我会好好劝劝他，但不是因为你。
这几天麻烦你了。你也不是这几天才麻烦我的，早就麻烦透了。那城里是不是放了什么消息出来？是啊，他们说什么了？这无非就是文天祥被他奉为了上宾，喝的是汇泉的酒，吃的是5斤重的大肘子，而且啊，还有28少女作伴。那你也相信了？信啊，也不信。汇泉酒28少女，估计是真的。但是呢，大肘子我不信。什么人呐，能一餐吃5斤的大肘子，那肚子还不得撑爆了？星哥，哎呦，好了好了，好好说话。这文大人不会是那样的人，他要是会因为美酒、美食、美人就动摇自己的信念，那他就不是文天祥了。但是，应该有很多人相信吧？所以我们才要为他做更多的事情啊，为他证明。可我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如果那天我能带他一起走，走啊！你要让我死不瞑目吗？这是军令。丞相，那你现在还打不打算救文天祥？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。如果你说不是，那我立刻就走。是。你知道我从小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吗？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。既然老天把我的魂装到这具壳子里，那我就要自主的把生活活成我想要的样子。是啊，他们说我任性，他们说的对，但那只是因为我没有听他们的。尽管我做的很多事情都不一定对，甚至不一定做得成，但那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无愧于心。还有，这世上那么多的美食，得活着才能吃得上。笑了，你刚刚笑了对不对？看来你还不算太笨嘛。你明明知道我喜欢的是历史，你为什么不让我选择我喜欢的专业？你喜欢，你可以把它当做业余爱好嘛。儿子呀，爸都是为了你好。现在文科社会上不吃香了，将来毕业后找不到工作，你还得哭着回家找奶喝呢。爸，是你儿子的心意更重要，还是什么所谓的社会现实更重要？文天祥的父亲呢，曾带他去学宫，瞻仰家乡庐陵的4贤一节雕像。欧阳修是文中，杨邦义是中乡，胡权是中简，周必大是文中，杨万里是文节。他看后啊，大为感怀，在5人的瓷像前发誓，莫不阻斗其间，非夫矣。我曾经他死后呢，也跟随过自己的内心，果然也立于5人之间。只是自那以后，我再没有主动争取过什么，而是被裹挟着，胡乱的随波逐流。文丞相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而我正值青年，又一身武艺，又有什么资格说这件事情没有转圜之机呢？上天不会无缘无故让我穿越，我怎么就不能当一回主角，力挽狂澜，改变历史呢？我饿了。其实，我还有个办法。文大人不想打开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吗？总不会是文某的项上人头吧？有我张某在一日，绝对没有人要你的人头，绝对不允许，也包括我自己。这是我今天早上在商家那儿买到的。商家说，这兔子是一窝出来的。大人，你说为什么一个可以锦衣玉食，一个只好成为盘中餐呢？这锦衣玉食的一只，谁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进入什么人的肚子里？蝼蚁尚且偷生，至少它还活着，它还能吃东西，它还能晃晃耳朵。张大人想说什么，不妨直说。我就这么随手一指，就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命运。是啊，张大人怎能在一念之间生杀予夺？这话说的没错，人在一瞬间就可以国破家亡，
这只兔子是在我的庇护下生存下来的。文大人，你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你说这只兔子会知道是谁让它活下来的吗？焉知您让它活下来，是不是打算拿它这一身雪白的皮毛卖个好价钱？你说的没错，正是因为它有着一身雪白的皮毛，我才让它活下来。你知道它来到我手上的时候，它是什么样子吗？他惶惶如丧家之犬，屠夫对他下刀的时候，他吓得魂不守舍，慌不择路。你知道怎么着？他瑟瑟发抖，钻进一个洞里，真是不堪极了。我是看他可怜，正如大人所说，他一身皮毛还是很漂亮，就想着大发善心把他留下来，还能给大人当个玩物，也是极好的。大人有些心里话对别人说不出口的时候，你俩可以心心相印。这身皮毛与他到底是福是祸？是福是祸我不清楚，但是真真切切我把他救了下来。大人如果闲的时候，不妨问一问他，他是喜欢锦衣玉食呢，还是要被人烤得滋滋冒油呢？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兔子是没有资格谈愿不愿意的。大人这所谓的锦衣玉食，也只不过是出卖灵魂还是出卖皮毛的区别。焉知这兔子是不是更在乎自己的皮毛，更甚于灵魂？我第一次听说兔子还有灵魂。好吧，咱们先不说兔子，试问灵魂高尚的文大人，你自己不要自己的性命，那你怎么知道你的娇妻和幼女是不是也不需要？张大人和元朝人的铁蹄侵我疆土，屠我百姓的时候，倒是没有问过他们在不在乎。我文某何德何能，还能劳您大驾问上一问？我听说你最近跟嫣然生活的挺好，但文大人是否知道嫣然的经历？她是本地的渔夫之女，家里的生活倒也可以糊口。她的父母因战乱而亡，她姐姐得了瘟疫，所以才造成她流浪街头做乞丐，跟野狗抢食，后来沦落街头成为歌妓。是我找到她，把她救了出来。文大人，如果嫣然的父亲还活着，他是不是也觉得女儿这一身骨肉也比不了自己的皮毛？相府小姐锦衣玉食，罪人的女儿为奴为婢，难道也比不上这身皮毛吗？我女儿自幼熟读圣贤书，宁愿为奴为婢，也不愿有个叛国求荣的父亲。我真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父亲，爱惜自己的皮毛胜过自己女儿的骨肉。文天祥啊，文天祥，我真应该带你去军营里看看那些歌妓过的是什么日子。哦，我忘了，文大人过去也是风流才子，策马京都城，半楼红袖招。那些青楼女子、歌妓花魁可是见得多了，可在军中伺候人的，见的可不像大人这些才子。军旅之人大多粗鲁，不会像大人这样怜香惜玉。放心，我不会带文丞相去那种地方。我当文丞相是我的朋友，至于你的女儿，我会好好照料。先生，不必了，我自己来。嫣然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你不必笑得这么苦涩。你是嫣然一笑啊。
夫人，是你吗？曲有误，周郎顾。我方才是不是弹错了？没有，没有。夫人弹得极好，好久没有听到这样好听的琴声了。你这起床时间倒是掐得刚刚好，水刚开。夫人不是看到锅子开了，弹琴叫我起床的吗？我自弹我的琴，你自睡你的觉，怎么成了我叫你起床了？这一大早就起来吃锅子啊，看似不妥，我却知道你一定惦记这口。来，尝尝。哎，哎呀，小心点儿，小心点儿烫。瞧你。对了，夫人，此地有种极好的牛肉丸，非将牛肉千锤万打不可。下锅子极好，连汤底都会变得鲜美无比。哎呦，那我可得好好尝尝了。居然还有你知道的美味佳肴，我却不知。哎，快，那个端一盘牛肉丸上来。是。煮2个，尝尝。哎。啊。这张琴可真好啊，就这么一直放在院子里，日晒雨淋吗？既然是好琴，就不该怕什么日晒雨淋。阳光明媚是好，日晒雨淋也是风景。可是再好的琴这样放着，恐怕也撑不了多久吧。此琴能得夫人一声赞美，于他已足矣，又何必长久地摆在这里呢？你知道，如果深爱一样东西，总是希望它能存放的久一些，哪怕以后再也不能抚也好。夫人，你的心思我都懂，可是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光景呢？你瘦了。没有夫人给我做好吃的，自然会瘦。你到底有没有事啊？啊，有没有找大夫看？你怎么这么傻呀？毒药也是你能随便乱吃的吗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我听闻你服毒药自杀，一直昏迷了好几天。嗨，我那是多懒，想多睡几天。你不知道，女儿听闻爹爹服毒药自杀，一直哭了好几天，眼睛都哭肿了。哎，这小孩子家家的，不怕，我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我只知道你服毒药自杀，一直都没有人告诉我，有没有找大夫看？我看过了，真的没事。大夫有没有说会不会留下什么病根啊？我是吓唬他们的，我根本就没有服毒药。切！你吓唬我还差不多，到底有没有人伺候你啊？伺候的可还尽心啊？尽心，尽心，都尽心。当初我爹把我嫁给你的时候，你可是跟他说的好好的，会一直照顾我的。是啊，倘若见着老师，又该批评我了。我爹爹才不希望你去见到你，更不会批评你。那就不见了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，来尝尝吧啊。以前都是你给我做好吃的，现在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美味佳肴，得让我献献宝吧。来。来，我听本地人说呀，把这牛肉丸扔到地上，能弹起1人高。真的假的？香。来，你也尝一个。好吃。好吃啊。夫人，一路过来冷不冷？不冷，我是从北方往南走，只会越走越暖。哦，我忘了，你从哪儿来？大都啊。大都那边天气冷吗？我听说冬天结冰能有1尺厚呢。
不冷。那蒙古人呢？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北方，他们都能生活，我怎么就不能了？就是因为日子不好过，所以才往南走啊。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你吃的习惯吗？哎呀，这人吧就是这样，到了哪一步，就能过哪一步的日子，有什么习惯不习惯的？倒是你，这连着吃了好几天这里的饭菜，有点淡了吧？不太合口味吧？夫人不也说了，走到哪一步有哪一步的活法，我怎么会不习惯？我原本还打算给你做点家常菜呢，看来不需要了。啊，夫人，我错了啊！这里的饭食怎么可能比得上夫人的手艺呢？我现在的手艺可没有以前那么好了。再说了，这边没有家乡那么好的辣椒，辣得软绵绵。是啊，这海风啊，把人的骨头都吹软了，把辣椒也吹得软了。暖风熏得游人醉，只把杭州做汴州啊！你这骨头，要是能被一点点海风就吹软的话，那倒也不算是坏事儿啊。来，夫人吃。来，要我说呀，文天祥和文夫人也算是一对璧人啊。就是，我听我七妹邻居小舅子的儿子说呀，他们俩一块赌书泼茶，投壶吃锅子呢。赌书泼茶？哎呦，你们知道赌书泼茶是什么意思吗？那日子，比谁还快活3分呢。那还不是因为他降了，不然哪有他现在的好日子过呀？那可说不好，断头饭的说法，你们总听过吧？我们今夜吃锅子，如何？哎呀，事已至此，何必自欺欺人呢？这时候说这话，有何居心？哎，有事说事，何必诛心呢？不是你先诛心的吗？杜梅鹤呀，杜梅鹤，我还以为你勉强算是一个少年英雄，一点现实都接受不了啊！现实？什么是现实？你敢面对现实吗？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生意人，你敢把自己的雇主爆出来吗？我是谁需要向你交代吗？如果说你闭嘴的话，
我可以不追究你是谁。我不需要让你知道我是谁，我也不会把嘴闭上。嗯，哎，来，今儿个我做东啊。今儿个我在城里遇到一熟人，这个熟人呢是个人牙子。我们呀以前经常在生意上有来往，但是他今天跟我说呀，他谈了一笔大生意，狠狠的赚了一笔。这得是赚了多少钱啊？够你买副棺材的吧？这不是重点。你们知道他是做什么生意的吗？张洪范收了文家的旧仆，打算去伺候文天祥呢，而且愿意出高价，生怕委屈了这位大先生。哮喘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来，刺身，来。哎，不乐意吃是怎么着？哎，您就是文先生的那位发小吧？哦，这就是我的至交好友刘俊彦。为什么？你不就是名字起得好吗？文天祥，字宋瑞。哈哈哈！我爸当时就应该给我起名叫刘天祥，我就应该姓宋。文字可以不要，就叫宋瑞，宋朝的祥瑞。还有，就是我母亲的本身就姓宋，为什么当初没有让我跟了她的姓呢？应该会直接南下，前往这里。这里要安排。文天祥在此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终于胜你一回，哈哈哈哈哈！我总算胜过你一回。怎么是你这个小傻子呀？真的舍得送给我吗？哎呀，小傻子，我问问你，你有没有那种就特别讨厌，但又偏偏这个人特别好？哎，这人呐，千好万好，连名字起的都好，只要他一出现，众人眼里便只能容得下他。以前夜读三国，我自视甚高，以为自己是孔明，任其他人再有才学，也只不过是个公瑾罢了。但自从遇见他，我才知道，孔明是另有其人。既生瑜，何生亮？既生瑜，何生亮啊！这段时间，公瑾都是我此生的知己啊！我害他的事做不到，我能做到的就想拼命的胜过他一回，哪怕就一回，任何事情。我这么恨他，怎么临了我能替他去死？或许是看到了太多的将士抛头颅洒热血，大宋遗民流离失所，饿殍遍野。我的这点小心思跟家国存亡相比，不值得一提。我们是输了大半个江山，
但我们也打赢了很多仗，几乎全是靠他。没想到他的笔杆竟能化作长刀长枪，难道他不知大宋正在苟延残喘吗？啊！但他就是要拼，拼到死，就算是死，也要站着死，站得笔挺，好看。他就是大宋最后的启明星，也是大宋最后的孤儿。孤儿。哇！打开。哎呀，哎呦！来，这些都是我新晒的辣椒。是不是要走了？就剩这最后一小板了。明天……哎呀，这些辣椒呀，我一直都带在身上。孩子们好几次要吃，但是我没舍得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！我就想着，有朝一日还能再为你做顿家乡菜。时间过得真快呀，真快呀！哎，女儿也在大都，还等着你回去呢。我来的时候，华儿就对我说：“娘，你一定要把爹爹带回来。他们还等着你教他们读书，给他们放风筝。”我也给他们做过一个风筝，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就是飞不起来。风筝，活风筝的竹篾要尽量劈得细一点，翅膀要大，才能飞得起来。柳儿像你，喜欢读书，有时候读到不懂的地方，他就问我。可是我也答不上来。不，答不上来挺好，书不必读得太多，书读多了，烦心事就多了。女儿还在大都，等着我们回去，带他们回家乡呢。对不起啊。其实我理解你现在所有的想法，我不期待什么荣华富贵，来的时候我就想好了，我们不做官了，我们再也不管朝廷之事，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回白鹿洲书院去。白鹿洲书院我何尝不想回去，纵使家业凋零，家总归是家呀。公公当年给你留下偌大的产业，你募兵花费一空，不过这也算不上什么家业凋零，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就不会凋零。可我们回去怎么生活呢？我家里呀，我父亲还给我们留了一块祭田，我们可以回去，你教书，我种地，就像我的父亲母亲一样，隐姓埋名在白鹿洲书院过一生，不也挺好的吗？可如今我一个亡国奴，怎么可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？他们让我来劝劝你。劝我？有什么条件吗？那位张大人说，只要你给牙山写一封信，我们便可以离开这里，以后我们随便去哪里，他们绝对不会干涉我们的。一封信？一封什么信？说是劝降。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孩子们。你作为丈夫，作为父亲，不顾我们母女，我都明白。自古大丈夫不能优于儿女情长，与国家大义相比，
一家一户的喜怒哀乐总归是小事，可是你作为儿子，连送母亲的灵柩回家你都不肯吗？那天我们在空坑，晚上本来好好的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大批元朝的兵。你带兵打出去了，我就让妹妹带着2个孩子从后门走，我跟母亲想去前门看看你怎么样。可是我们被流民冲散，身上也没有钱，也没有吃的，我们就在城外的山崖下面躲了3天。本来以为我们都要饿死了，好在遇到了一个曾经在白鹿洲书院读过书的一个学生。我不认识他，可是他认识我，认识母亲，就让我们在他们家住了一段时间。可这兵荒马乱的，人家也没有多余的房子，我也不好意思，就只能先将母亲安顿在他们家。我就出去找孩子，我日日打听，后来听客栈的小二说，妹妹和孩子大概是被文弼接走了，我就带上母亲去投奔他们。后来仗越打越凶，文弼也被朝廷调走了。走的时候没有带我们，只是说这次要去前线太危险了。可是哪里不危险？后来我就想，还是带着母亲回家乡去吧，就算死在自己的家乡，总比死在外头强吧。可是我们刚出发没几天，母亲就病了，一连吃了好几副药都没好，盘缠也用完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只能将冬衣卖了，又给母亲换了几副药。可是母亲还没等把药吃完就走了，临走的时候还一直念叨你跟父亲。母亲走后，后来我就想，还是带着母亲回家乡吧，至少她还能跟父亲在一起。可是还没等我们到家呢，元朝的兵就把我们抓起来。我跟柳儿、环儿就在一处服侍一个元朝的公主，公主人好，照顾她的人也多，好歹也没有让我们遭什么罪。可是就是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，也不知道母亲怎么样。你怎么不带女儿一起来，让我见见？哪里是我想带就能带的呀？也许他们是怕我带着女儿逃走吧，把孩子留在那边，这样他们能安心一些。总归是我连累了你们。如果孩子们没有我这个父亲，也不至于变成这个样子。但是我从不后悔嫁了你这么个丈夫，孩子们也不曾后悔有你这么个父亲。我想，如果婆婆在天有灵的话，也一定不会后悔生了你这么个儿子。你告诉孩子们，爹爹已经没办法管他们了。如果有来生，我们再做父女。当然那个时候，我只做他们的父亲，不做什么丞相。只做他们的父亲，不做我的夫君了吗？只做你的夫君，他们的爹爹，母亲的儿子。想来这是极好的日子。到时我就做一个教书先生，一辈子就侍奉父母，跟你相伴，教养孩子们长大。是啊，春天的时候，我们给孩子们扎风筝，把竹篾劈得细细的，风筝飞得高高的。到了冬天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锅子，从早吃到晚。我再开上一片地，种点萝卜，再种点白菜，我们一颗都不拿出去卖，就留给你吃锅子。我也不领兵，也不当什么丞相，
我就做一个普通的富家翁啊！不，当然不做富家翁也无妨。我可以教书，可以去街头替人写信，怎么都可以养活一家人。其实，我早就知道你有这样的想法，也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如果你要是为了我，为了孩子，就这么轻易降元的话，你就不再是我认识的文天祥了。你要知道，作为一个母亲，总是不肯死心，想再多问一问。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孩子们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打消了我心里的一点点念想，也算是活得洒脱松快了。只是苦了夫人。在我未出阁的时候，父亲经常跟我说起你。他说，文天祥这个人不凡，文韬武略，无一不通。虽是身在富贵锦绣之乡，却是最心怀天下。是我辜负了先生的重托呀。如果我父亲还在的话，多半是不会让我来见你这一面的。不会，他不会的。再是胸怀天下的人，他也会有感情，也会舍不得的。我父亲对你还是比较了解的。在我嫁给你的前一天晚上，父亲就对我说，乱世之中，文天祥必然不能保全自身，所以给我们留下了一块祭田。如果走到穷途末路之时，至少还可以养家糊口。看来这份祭田也派不上用场了。我父亲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到你的心，也没有算到终将有一天你会在权忠和权孝之间择其一。先生总是这么睿智，记得那时我们在书院时，无论怎么调皮捣蛋，都逃脱不了先生的法眼。要不怎么他是先生，你是弟子呢？夫人，嗯，要不我给你画眉吧？好啊。我记得新婚之夜，我也给你画过眉。你跟我说过要一直给我画眉的。可我食言了，家国纷扰，一日不得闲呢。聚少离多，岁月不饶人呐。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给你画眉了。不是说好了还有下辈子吗？是，还有下辈子。来，姑娘要出去啊？啊，是，去买点胭脂水粉。抱歉。娇娇现在过得很好，只是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你长大了，出落得很美。如果有文天祥的消息，麻烦你及时告知护卫队的张队长。你是谁？是你？你可以相信我，回去吧。文夫人今日要走了。
我这里啊穿不上这带大毛的衣服，你带上吧。啊，这本书啊，环儿一定喜欢，你也带给他。啊，还有，柳儿一直求着我给他买一块刻着凤凰的白玉，我一直没舍得花钱，也没有时间去挑，耽误了，你带给他吧。好了，他们也未必就让我带进宫里去啊。哎呀，先带上，带上吧。啊。你要保重。你要保重。保重。嗯。文夫人，这是我一大早去买的，您带着路上吃。啊，还有这个，这是吕文焕吕大人托我送给您的。他一入冬就喜欢吃辣菜，也别让厨房给他做太多，2、3天吃一次就好，尽量中午吃。晚饭吃太辣，他睡不着。春天的时候，你记得交代照顾他的人，一定要用晒干的蒲公英给他泡水喝，否则到了换季的时候，他夜里总是咳嗽。夏天他一向浅眠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一入夏就把土里的蚕蛹捉出来。夏天虫儿聒噪，他更睡不着了。秋天开始就得给他泡红茶了。他喜欢喝凤凰单丛，又不爱喝烫的。但是你们也不要由着他的性子来，冷茶喝了存在心里，倒要5脏6腑去暖他，与身体并不相宜。嫣然记住了。孩子，我也不知道该托付谁，算我求你了。夫人您放心，先生对于我而言就如父亲一般，您就是我的母亲。你放心，我都记住了。嫣然姑娘刚刚买了些糕点，但似乎有东西落在铺子里了。掌柜的命我取了送来，因着是女子贴身之物，还劳烦大人通禀一声。掌柜的吩咐了，须得当面交还。是嫣然姑娘常去的城门口那家糕点铺吗？大人事多，怕是记差了吧？咱们铺面在桥东，
和城门可隔着不少路呢。哦，看我这脑子，你等会儿啊。嫣然姑娘，您的东西落在铺子里了，此物怕是极为贵重，掌柜的命我立刻送来。真好，我方才正找他呢。太好了，幸好没丢。哪能呢？嫣然姑娘可是老主顾了，掌柜的常盼着您啊，就算没事儿也去店里转转。真好，我正好要出门，你陪我一起去吧，也好当面谢过他。我出下门。两位请，帮我们来2碗面。好嘞。娇娇，你现在过得怎么样？我当初还让张将军去找你，他们都说你有贵人相助，早就脱身了。我一切都好，救我的贵人便是今日在桥上与你说话的女子，你应该记得她，她叫英歌。她当初说要带我们离开那吃人的地方，那不是假话，只是你先一步被张将军带走了，否则如今我们依旧是同吃同住，相依为命。先不说这个，今天英格小姐找我打听文丞相的事。其实，我现在伺候的人就是文丞相。他们说的伺候文丞相的那个年轻姑娘，竟然是你。她还好吗？她怎么样？你快说话呀！她怎么样？可是张将军救了我，我不能背叛他。救你什么啦？是英歌小姐救了我们。张红范挑中你是为了什么？看中你的美貌，还是身体？他是另有图谋。他这是把你从一个火坑推向另外一个火坑。可，嫣然，我们时间不多了，你只需告诉我，嫣然，你愿不愿意帮我？你想不想救文天祥？嫣然，先生对我而言，确实像我父亲一样，他每次对我说话都是笑着的。可是我知道他并不开心，他内心是流泪的。虽然这些日子还有夫人伴他左右，可这样的日子马上就要消失了。好，我帮你。嫣然，那你能否帮我见到他？但是我的一言一行都被盯着，恐怕有点难。那嫣然，你如今侍奉先生，那能否帮我传句话？好，太好了，嫣然，你放心，就8个字，你肯定记得住。宝玉出走，连累下人。宝玉出走，连累下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放心，先生听了定会明白。先生，外面起风了，先进去吧，小心着凉，夫人会担心的。先生，你说这人怎么那么奇怪呢？哪里奇怪？今早吕文焕托人给了我一大包冬衣，让我送给夫人。哦，先生，这是怪嫣然了。我为什么要怪你啊？那吕文焕不是一直想让您死吗？他也是个可怜人。那他既然跟您是对头，为什么要对夫人照顾有加？吕文焕跟我并非仇人，他只是需要一个没有我文天祥的朝堂，好升官，好发财。在没有涉及他自己利益的时候，他又会对朋友的爱人关爱有加。一个人不会只有善的一面，也不会只有恶的一面。我们每个人都如此。其实大部分时候，我们能选择的只是让善占上风，还是让恶占上风。那如果有一个人，他做了错事，但是他后悔了，那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？自然是个好人了。好人常有被坏人逼着做坏事的时候，坏人是不会因为做了辜负别人的事而后悔的。嫣然
可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？这张大人为什么非要您写那信啊？您又为什么不写？也是善占了上风吗？这就不是善恶二字能够说得清楚的了。张洪范让我给张世杰或者陆秀夫写一封信，告诉他们，抵抗毫无意义，投降可荣华富贵。先生，我觉得张世杰的兵马是无法抵抗元朝大军的，所以他们若是想抵抗，你写这封信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用。可若是他想投降，您这封信可是帮了他大忙，所以您这封信写与不写，似乎对大局并没有什么影响。更何况什么？更何况，只要你写了，您就可以跟夫人还有小姐团聚了。嫣然啊，他张洪范让我写的这封劝降书，哪里是要劝降张世杰？他要我劝降的分明是天下人。嫣然愚钝。他张洪范不仅需要赢得土地，更需要赢得人心。而我写的这封信和我这条命就是人心。就算是劝降天下人，有什么不好的？现在这样，不过是徒增伤亡而已。唉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嫣然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说这话就是想讲，又怕我生气。没事，我不生气。宝玉出走，连累下人。你见到他了？他穿什么衣裳？瘦不瘦？吃饱饭了吗？他穿了一件蓝色襦裙，梳一个双压髻，饭应该是吃饱了的。哦。事情进展得很顺利，嫣然过得也挺好。哥姐，其实我今天偷偷见了嫣然一眼。真是胡闹！你一向谨慎，怎么现在比我还胆大妄为了？哥姐，你看看，我这不是没事吗？我就是怕嫣然不肯帮我们。哥姐，你知道吗？嫣然告诉我说，她现在侍奉的就是文丞相。你呀，让我说你什么才好？哥姐，你不知道，在那个帐子里，只有嫣然和我最好。自从我被抓到那儿去，我就知道他们是不会把我们当人看的。像嫣然那样的人，已经是极好的了。你让他们放了我之后，尽管我跟着你四处飘荡，装疯卖傻，这每天还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的，但是这里我始终是快活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哥姐。哪里是我救了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说这个天下怎么会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？有锦衣玉食的人，那就有为奴为婢的人。那锦衣玉食的人，是不是就对不起为奴为婢的人？是你？是我，文天祥在此。怎么会是你？怎么会不是我？不是，毕竟我之前那么讨厌你。我知道，所以你给你的马取名为俊彦。真的是跟谁学的？挺招人嫌。等等，什么是你是我的？当初松瑞被俘时，
我为了给他拖延片刻，于是冲动冒充了他。还真有人冒充了他。就是冲动。不过你也知道这个事。是啊，满大街都传遍了，说是文天祥被俘时，有一个人跳出来大喊文天祥在此，可那个人之后就被袁军发现是冒充的，然后他就被烹了。你的伤啊，这么说来，你的伤是被袁军给烹了。这袁超人啊，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。英哥，你之前不是说有什么救人的办法吗？现在还有吗？对，我今天叫你们来就是想说这个。阿雅发现了文夫人离开的路线。阿雅是谁？我就是阿雅。难道我就不能有名字吗？到时候我们可以提前埋伏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跟你去。等一下，我随你一同。哎，你们两个要不要找我买2匹马呀？我这马都是从草原上贩过来的，叱咤风云无可比拟呀！美鹤、俊彦，怎么是你们？嫂夫人，你们还活着？夫人，嫂夫人，先生他还好吗？好，都好。如今这世道，能保命就好。先生命我来保护夫人和小姐，我们先离开这里，有什么事情等下再说。你是来救我走的，可惜太晚了。夫人，若是早些时候，我一定会带着孩子头也不回的跟着你们走。但是现在，我走不了。为何？现在离开是最好的时机。我何尝不知呢？我不仅是欧阳氏、文夫人，更是2个孩子的娘亲。如今他们身居敌朝公文，为奴为婢，我怎么能够独自脱身而去呢？嫂夫人，你糊涂啊！你现在和孩子身居敌宫，这何尝不是宋瑞的软肋呀？俊彦，说起来，到底我才是他的枕边人，你们都不够理解他。我再多说一句话，吕文焕，此人颇有城府。若今日我要是跟你们走了，到了晚上，便会传来宋瑞的死讯，就连我的柳儿、环儿，都将会粉身碎骨的。我刚从宋瑞的小院出来，就逃了，这自然是宋瑞安排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成了诛杀宋瑞最好的借口了。美鹤，如果你是元朝的人，你会安排这么薄弱的守卫送我走吗？再说，像我们这样的亡国之人，天大地大，我们又能逃到哪里去呢？你是个好孩子，相信你一定会理解一个妻子、一个孩子母亲的一片苦心的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快走！不要，我知道你们活着就好了。快走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快离开！快走！快走！夫人，走！几位客官，请，请。那个，我提一句啊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没办法改变，对不对？来，哎呀，又开启崭新的一天，是不是？哎，行了，别哭丧个脸了，开心点，哈哈哈！来，干！大人，走了。回大人，文夫人已经安全押送到下一个驿站了。你说什么？回大人，已经移交到下一个驿站了。你是说他没有跑？是啊，大人，我们兄弟几个等醒过来，文夫人在轿子里坐得好好的，他还问我们怎么回事，难道
闹鬼了！哎呦，这个蠢货，混账！特意安排你们几个看着，他居然没有跑。哎，文天祥，你真是好命啊！你娶了一个好夫人，好，我看你的好运气还能维持多久？再来一杯，喝。梅鹤，你这个人前途不可限量啊！你也挺帅的，跟大人相比，就差这么一点点。你得多读书。你看看宋瑞，文武全才。你眼睛不行，嗯，不大。嗯，大人，大人最帅，我第二，你第三。为什么夫人和先生总是这般拼了命的赶我走？文天祥他这个样儿，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为什么苟且偷生的人总是我？好像就是很了不起啊！了不起个屁！我以前特别嫉妒他，嫉妒他到底哪里比我强？他不就是起了一个好名字吗？宋瑞，宋之祥瑞，所以就深得了圣上的欢心，给他封了个状元爷。都怪我爹没给我起个好名字。你嫉妒是应该的，先生这么优秀，他是大宋的祥瑞，祥瑞啊，为什么会被抓呀？梅鹤，你们俩这德行，还怎么救先生？云哥，我快喘不上气了，我感觉我每一口呼吸吸进来都是水，呼出来的都是沙子，这沙子把我的心肝脾胃肾刺的疼。我会有办法的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这个世界就是一张巨大的布，湿了水，把我们都裹了起来，越裹越紧，我快喘不上气了，我真的好害怕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呀，这打他有什么用啊？不管你包藏着什么心，你都给我闭上你的臭嘴。我交代给你的事，你还放在心上吗？大人您做不到的事情，嫣然又如何能做到？你不是说文天祥拿你当女儿吗？他的亲生女儿的生死荣辱都威胁不了他，更何况是我呢？可文天祥的性命掌握在你的手里，那我的呢？不也握在您的手中吗？嫣然，你难道不明白我的用心良苦吗？此人心智之坚，并非我一个小女子所能动摇。一个亡国奴，一个丧家犬，心诚难攻。我跟你说了，文天祥此人并不能用，留到最后必然是个祸害。那要怎样？杀了了事？你也发现，他现在留在我营中，动摇军心了。杀了他，你敢吗？并不一定非要动手杀他呀。风寒不治，上吊自尽，行军途中的意外，死一个人太正常了。就是看您要杀他，还是忍他。大人，再让嫣然去劝劝他吧。去吧。
啊，大人，陛下的意思是，越是到现在这种情况，大人越是要与吕大人上下一心呢。请公公指教。我朝南征一路势如破竹，除了兵强马壮之外，将军觉得可还有其他原因？请公公指引。上下一心。宋人内斗已久，所以张大人和吕将军更要一致对外呀。多谢公公。至于文天祥，能劝降是最好，如若不能，您和吕将军还是要好好照顾他，尽快送其北上，交由陛下亲自定夺。至于金银玉帛乃至土地仆役，大人可以随意取用。多谢陛下，恐怕此人非金银玉帛所能动摇。如若此人实在油盐不进，也可送其归乡，只要他能公开自己的立场即可。最次，绝对不能让他死在我们的手上。到时候天下物议，陛下在世人面前被动，大人您也在陛下面前被动，不是吗？是，谢公公。至于您和吕大人，就算是装，也要装作密切配合的样子，一举拿下崖山，到时候方可立下不世之功。听说文天祥最近的消息了没？哎呀，听说了，这袁人把那夫人都送到他身边了。哎，这夫妻团圆，这天天抱着美着呢。哎，原本我是不信他会投降的，这如今看来，迟早的事。哎，谁说不是呢？依我看呢，他爸是早就降了。这俘虏哪有好吃好喝伺候的道理啊？他呀，被俘后装模作样的想自杀，您猜结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这一包毒药下去，根本就没死。哦，哎，这就连自杀呀，也就是做做样子罢了。哎呀，我听说文天祥他有个发小，当时为了文天祥能逃走，他故意冒充文天祥，拖延时间。这倒是一条好汉。谁说不是呢？可惜呀，结果被援兵发现了，嘎，直接给杀了。这到头来，这文天祥却降了，这真是对不住人家的一片情谊呀。我还听说，文天祥第一次被俘那时候，那么轻易就逃出去了，就是因为他和袁人达成了这秘密的交易。什么交易啊？笨，你动动脑子。哎，别打断，听人家先说。按我说呀，这个文天祥啊，就应该早早的自杀。哎呀，我去！你是谁呀？怎么乱打人呢？打的就是你！咱有话好好说嘛，干嘛动手打人呢？简直有辱斯文呐！什么叫有辱斯文？你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你说这些话有什么依据？这世人都知道的事儿。哼，毛孩子不懂事。您这位姑娘看着挺机灵的，你怎么也不懂事？无凭无据，你怎敢构陷文大人？这位姑娘，你得好好的劝劝她，莫让她有辱斯文。若是你不知道如何劝说她，嘿嘿，我这儿有本书，你可以让她好好学，必定有所体悟。滚！有辱斯文。哼，怎么吃怎么喝。哎，这位仁兄，您刚才说文天祥怎么着了？他就应该自尽。好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呀。嘿嘿，早早自尽，以劝大节，这才是咱们文人的铮铮傲骨呢。哎，对呀。
英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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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见张红范，你不是也有要见的人吗？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把今天我见阉人的事情告诉他，我亲手掐死你。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可信呢？谁知道谁才是你背后的人？我背后的人，我背后的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你。我们这几个人之中，只有一个人不可信。我的天哪！喜闻乐见的误会环节，张嘴张嘴，英哥，遇到误会一定要解释，要不然误会到大结局啊！唉，刚刚不是梅鹤在这里吗？我哪知道？难道我写的变身术了？这英哥和梅鹤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个跑，一个追，他们俩插翅难飞。要不我们先回去？你们老说这个文天祥，文天祥的，文天祥他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宋瑞啊，人生赢家，羡慕不来。要出身有出身，要相貌有相貌，要才华有才华，还偏偏生得豁达潇洒，让每每想嫉妒他的人都觉得自己是个小人。所以你决定替他去死啊？许他宋瑞为国捐躯，就不许我刘俊彦豪气冲天，求得个千秋美名？要我说呀，我就不理解你们这些人啊，把自己的事情忙好，那才叫本事。什么所谓呀，国呀，家呀，天呐，下呀，跟我们这些小人物有什么关系啊？先有国，然后才有家。小国，宋瑞啊，小家，他永远看得比我深，看得比我远。他是这个。那他在我的眼里啊，就是所谓的负隅顽抗罢了。家，什么家呀？哪来的家呀？我四海为家，我不也过得挺好吗？我错，你这个人一点都不好。哼，你又懂了。这人心要是空了，就算脸上再笑，连骨头缝都是冷的。你就是这样的人。你这个人深不可测，但是你心里不踏实。这人要是心里不踏实，就过不好。要你管！哼，哥姐，你回来了。文夫人，也不知道文夫人回到大都没有。我们要不要去救她？恐怕没机会了。一次不成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。就像文夫人说的，第一次守卫如此薄弱，怕也是有人故意设计的。有人要害她，要害她和文大人的人多了。梅鹤他们回来了吗？杜梅鹤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暴露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想知道你是谁，我也不想知道你和望北到底什么关系。我明早就走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凭什么不问？你必须要问，我是谁？我来自大都，是一个很大很大家族的小女儿。我来这里，就是因为仰慕文丞相，我要救他，这一点我没有骗你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望北，你就把他当作是和阿亚一样的侍卫。我的家里人发现我偷偷跑出来之后，偷偷派来保护我的。不过我跟你一样，也怀疑他另有效忠之人。不过不必太担心，就算他替别人办事，也不敢太过忤逆我。有一个叫阿亚的，那他为什么要叫望北啊？那他为什么不叫阿友？我说一个叫哎呀，一个叫哇。真不愧是会给自己的马取名叫俊彦的人，真有创意。冒昧问一句，我刚才的话，你信了多少？说实话，我一句都不信。但我信你。啊？还在误会着呀？难道真的要误会到大结局吗？人在屋檐下，
不得不低头啊。可是他张洪范凭什么总是压我一头？没有我抓了文天祥，他哪有机会劝降？将军，张氏家族毕竟是陛下的亲信啊。是啊，是啊，亡国之人又是降臣，自然低人一等。将军不要这样想，有时候我还挺羡慕文天祥的，抵死不投降，至少还能换得个大丈夫的美名。文天祥在朝中素来和张世杰不和，不知张大人是否知情？为什么？也许是立场不同，也许是功劳分配不均，也许是争夺相位，你又何苦知道为什么呢？吕大人，有话就直说，何必夹枪带棒？文天祥曾经屡次上书崖山行朝，都被张世杰拒绝了，头几次还会给出理由。据我所知，最近几次就直接不允。原本广东战云密布，他文天祥那点人马，也只不过是丧家之犬。这次我擒获文天祥，与其说是陈家兄弟帮忙，倒不如说是张世杰送我的功劳。那如此说来，我们还要谢谢这个张世杰了。历朝历代争权夺利，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啊。成王败寇，南宋行朝内部向来也不过如此。是啊，同一朝堂，也只不过是成王败寇。崖山啊，他想去崖山，那我就带他去一趟。我这就去找文天祥，跟他好好谈谈。吕大人，慢走不送。大哥，你说张大人这是怎么了？我们要去哪儿啊？不该问的不要问。里边那位是不是活不成了？他活不活得成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站好！文丞相在朝中受到诸多不公，前面有董宋臣，后面有贾似道，现在又有张世杰，他们都不希望你回朝，所以你现在落了个进退两难的境地。奸臣当道，才更需要我等直言上谏。那你何必要这么固执呢？自古只有愧对父母的儿女，没有愧对儿女的父母。张大人不必多言。你的朝廷如此服你，而我和整个元朝把你奉为座上宾，你又何必苦苦挣扎呢？阶下囚而已，何来座上宾呢？你可以写封信给张世杰，我马上放你回去。张大人倒是举重若轻。我说话算话，大都那边我去求情，保证不让你在大都为官，而且随便你去做你的闲云野鹤，我们绝不打扰。至于你的妻子儿女，自然会和丞相团聚。你还可以著书立说，重启你的白鹿洲书院，岂不是一桩美谈？美谈恐怕要付出一些代价吧。你只要给张世杰写一封信，哪怕一个字也好，岂不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？一本万利，恐怕是我文天祥付出这个一本。张大人，你和你的朝廷得着万利吧。文天祥，你别忘了，你的朝廷已经亡了，你现在如同丧家之犬，要不是我张洪范，你不一定能活到今天。这封信写也得写，不写也得写。我文天祥枉活一世，自己没能保护好自己的父母，又怎么能劝说别人背叛自己的父母呢？看来你是一心吃罚酒了。哈哈哈哈！这罚酒我吃的还不够多吗？你的人，你的朝廷，在我看来，都不过是满手鲜血的屠夫而已。既然丞相心意已决，那我就带你去看看这世上最美的风景。哼！
你们把东西收拾一下，尽快跟大部队启程。是。里边那个人还挺好的，就是快活不成了。这你要是再说，我看活不成的是你。也许对你来说，死在五坡岭是更好的结局。我文天祥的结局，不劳吕将军操心。如果你再让我听到不想听的话，我会让你随时阵亡。事已至此，文丞相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？惶恐滩头，伶仃杨里。惶恐滩头，说惶恐，伶仃杨里，叹伶仃。先生，嗨！先生。